又有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showroom 嘛？没错，今天就是来到位于 Medini 的 Cherry Showroom 这边啦。今天来这边呢，就是要来试驾已经推出一段时间的 Tiggo 7 Pro。在上个月，这个 Tiggo 7 Pro 在马来西亚正式推出的时候，我也有发布了一部视频，专门讲这辆车的配置。还没有看过那部视频的观众朋友，这个视频过后，你们也可以过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啦。而至于今天嘛，就要来试驾这个 Tiggo 7 Pro。而且据说啊，这个 CKD 版本的 Tiggo 7 Pro 跟这个 CBU 版本的在配置上面会有一点小不同之处。到底不同在哪里？等一下就让我分享让我们知道。So， 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内容之前啊，希望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如果就是呢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呢，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好，观众朋友，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试驾环节之前啊，先让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这个 Tiggo 7 Pro 它的一些基本配置吧。Cherry Tiggo 7 Pro 定位是一辆5人座的 C7 SUV， 售价为123,800块钱。以这个售价来说啊，它也是现在唯一一辆在马来西亚你可以买到比它的国产对手还要便宜的 CKD SUV。它采用了 1.6 4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 7-speed 的 DCT 变速箱。最大可以产生197 PS 的马力，以及296米的峰值扭力，8.3秒的0-100加速，以及100公里7克的油耗表现。在马来西亚 Tiggo 7 Pro 只有一个配置，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真是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啊，真的是一大福音啊。虽然讲啊是只有一个配置啊 ，CKD 版本的配置呢，它会比 CBU 版本来的丰富一些。现在啊，就让我们交由我们的 SA 小姐姐 Emily 来为我们讲一下，到底啊这个 CKD 版本多了哪些东西吧。Hello， 我是 Cherry Medini 的 SA Emily， 今天呢就要来跟你们介绍一下 CKD 跟 CBU 的差别提过器，它们有差别了什么 accessory， 又添加了多少个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现到吗？我开门，它就会自动的椅子会自动的移动，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CKD 版本呢添加了 memory seat， 有3个，就是非常方便。好像如果是讲坐姿有要求的人，他们呢去洗车啊，还是去哪里，人家会一直调过。然后现在它有 memory seat 的，它就可以直接 set 回它要的位置，所以就很方便哦。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冷气座椅通风。我们这个是直接有2张椅子都是有冷风，当然也有热风。然后这个冷风的座椅通风呢，帮助非常好，好像现在这样子天气这样炎热，那么大的太阳。一上车，如果是讲穿短裤短裙，这个椅子一定会非常的烫，非常的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坐上去就可以赶快的去开这个功能，这样子就很凉很爽，就不会到那么炽热。因为呢，以这个120多千这个价位，会有添加的这个功能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给到了这个的功能哦。再来第3个呢，就是这个无边框的望后镜，你有发现到吗？我们这一次提过器 CKD 版本呢的这个望后镜呢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它不像平常的那种望后镜这样，就是很普通，然后黑黑的。然后这个是完全就是无边框，看上去就很高级。以上这3点呢，就是我们 CBU 跟 CKD 的差别。CKD 我们添加了这3样东西，然后 CBU 的话是这3样都没有，所以当然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OK， 听完了我们的 Emily 小姐姐的介绍啊，关于这个 CBU 跟 CKD 版本的不同之处，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始去试驾这辆 Tiggo 7 Pro 吧。Let's go， 走吧。我觉得非常好的是什么 ？Cherry 啊，它现在非常用心，它会做到很迎合马来西亚市场。就比如说这一个 Signal 呢，它是放在右手边的。像我们马来西亚本地的国产车，它还在左手边，我是不懂为什么啦，我是驾到不太习惯啊，在左手边的那个Signal。So Cherry 在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用心。来，柴油啊，如何啊？我觉得在 Normal Mode 来讲的话呢，它的动力反应啊是顺的，可以 feel 到它的感觉哦，是不会给你太多的那种贴背感。很好，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这边的显示哦，它可以显示到你周围有些什么车，然后摩托它也会显示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 Cherry 给到的一些比较先进的配备了，然后加上这个价钱嘛，哇，讲真的，当时我参加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一听到价钱，我就shit，太便宜了。
真的 C segment 这样的价钱哦，你们真的是不要给你们的同行活是吧？同行讲哇，老爷这个 Chery 啊，真的是啊，给到这种价钱，你要我们怎样赚钱？所以我也是很怀疑的，到底 Chery HQ 到底是怎样赚钱的？这样的价钱都可以放出来了，我想真的太便宜了，太值得了。是。如果今天 Omoda 5跟 Tiggo 7一起同时出的话啦，我相信啦，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 Tiggo 7，因为 Omoda 5 High Spec 110多是还是120多呢？110多，然后这个120多，相差1万块，加多1万块，你就可以从 B segment 跳到 C segment 的 SUV 嘞，这个 gap 是很大的。不要讲了，我们讲配置的好，这样大个荧幕，是不是？然后这样大的空间，所以 Tiggo 7，我觉得算是一辆非常有性价比的车。OK， 好，我们切换成 Sport 模式啊。OK， 开始吧。OK， 现在用的 Sport 模式来驾驶啊。确实没有比 Tiggo 8暴力。Tiggo 8会让我感觉到哇，快到我想要笑出来。但是这辆车呢，它的 Sport 模式呢，还是一样顺的，不会给你太多的贴背感。所以这辆车真的是比较适合舒适型的驾法。所以这辆车就真的没有很暴力。来，我们来讲一下啦，这辆车它 service 大概要多少钱呢？其实我们车的 service 价格，算很平价一下了的。有些人会认为可能会很高价，会很贵啊 ，maintenance fee 会很贵。可是其实每一次到 service 这辆车的价格才一个几百块吧，400多、500多就 OK 了。哦，OK 啊 normal 啦，我觉得400多、500块对于一辆 C7 SUV 来讲算普通啦。是，因为你买黑油差不多整都已经是200多、300块了吧？是，工钱呢？是吧？是，所以算400块到500块，对于一个 C7 service 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再来，这辆车如果是说现在订车大概要等多久？当然，如果是讲现在订车，我们是没有限过啦吧，也不会讲要等很久啦，差不多2到3个月左右。哦，2到3个月还 OK 啦，不会像前几年啊，一辆车要等1年，是半年。有些车有些牌子啦，我接到顾客他们讲哦，从之前年头订到现在哦，都还没有到哎。在想哇，这样夸张，这样久，然后他们都还愿意等，然后有些是真的是等到中途都不要等了。这样子的话，现在跟你订这辆车有些什么优惠吗？当然，现在优惠还是有的。当然，如果想要知道有什么优惠啊、什么折扣啊、价格这些，可以私聊我。我会把他的 WhatsApp 放在留言栏那边啊，置顶在那边，你们可以在那边找到我们的 Emily 小姐姐的这个联系方式啦。但是请问他关于车的东西啦，请他喝咖啡那些就不要来了哈。现在我们来去试一下它的滤震感，这 suspension 的滤震感。OK， 是有一点点的跳，但是它的滤震感很干净，而且很清晰，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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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了，它不是那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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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suspension 是属于那种比较舒适性的调教的。现在我们去一个大绕道试一下这辆车的 body roll 如何。讲到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这一个 Tiggo 7 Pro 啊，它的 steering 的调教啊，真的非常的松，就是非常的轻非常适合女孩子驾，因为太重的 steering 女孩子摆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因为女孩子的力气就可能没有这么大。但是 Tiggo 7 Pro 的，不管是在 Sport 模式也好 ，Normal 模式也好，它的 steering 我觉得指向性非常的好，而且它的那个手感非常的轻，所以在做一些 U 灯大绕包的时候会很轻松。So 这个 body roll 我的感觉其实还算是蛮不错啦，它不会有太明显的 body roll。看来这个 Chery 有听取我们的建议啊，有对马来西亚的这个道路针对调教一下，
因为马来西亚的道路比较多那种坑洞啊，所以如果是说用之前那个 Omoda 5的那个避震，就可能稍微偏软了一点。但是这个 suspension 我觉得它算是舒服的，遇到一些坑洞的时候，它的滤震感很干净，然后 body roll 也做到很好，不是讲完全没有啦，是会有啦。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辆 C segment 的这个 body roll，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啦。因为最近我有试过其他 C segment 的 SUV 啦，有吓到我一下啦哦。最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ACC 跟车。OK， 现在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有幅度的弯道，我们看一下这个 Tiggo 7 Pro 它是会不会跟着这个弯，再加上这个线是不清晰的。可以，即使在线不清晰的情况之下，然后我用这105 km/h 的这个跟车速度去过这个弯，它的 steering 还是会牢牢的帮你摆这个弯。所以这一个跟车的这个车道自重，我觉得不错，这个车道维持辅助。你看到现在完全是没有线的嘞，它还是可以很好的在维持自重。可以 feel 到它真的一直在 control 你的 steering， 它不是乒乓球那种弹来弹去的，它是真的会帮你 control steering， 把这辆车在维持自重。OK， 来总结一下关于这个 Tiggo 7 Pro。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呢，动力表现我觉得非常适合家庭使用，避震的调教我也觉得非常的属于那种舒适性的调教再来就是整体使用下来的话呢，这样子短短的试驾啦，我试驾没有太长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样子啦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它算是一辆非常容易驾驭的一辆C segment SUV 车，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学习时间来去适应这辆车，它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非常容易上手。即使是你是女司机，它也非常容易的驾驭。补充一下，我对于这辆 Tiggo 7 Pro 在这个试驾体验方面呢，比较个人的缺点感受。虽然讲这辆 Tiggo 7 Pro 呢，它是一辆非常有性价比的 Family SUV，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 brake 的调教踩下去的时候那个脚感我个人觉得会感觉到偏软了一点，就不像平常我们驾过那些什么日系车或者是国产车那样 brake 踩下去可以 feel 到 brake 在开始工作的回馈感。反正如果是说Cherry 它用 Tiggo 8 Pro 的 brake 来调教这个 Tiggo 7 Pro 的 brake， 我觉得这辆车就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了。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这辆车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去到这个 Medini 的 Cherry Showroom 来找我们的 Emily，欢迎来找我试驾体验关于Tiggo 7或者是其他车款它的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栏那边啦。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